两个牛仔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，村里的电工竟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打了，死前怀抱猎枪，还用腰带把自己牢牢地捆在电线塔上。诡异的是，电工不是被电死的，毕竟220的电是电不死250的电工的。经法医鉴定，老家伙竟然是被活活渴死的。而诡异事件最近在这座封闭小镇上却接二连三的出现。一对小情侣在野外露营数星星，准备享受春宵一刻时，露营灯突然全部熄灭。老头以为又是破旧发电机出现故障了，于是兴致缺缺地打着灯笼上前查看，可凑到近前他却蒙圈了，整个发电机都消失不见。他本想顺着电线一点点去抽，可下一刻发电机竟然从地底直接喷出来，可把这两个家伙吓得够呛，慌忙间就要逃离现场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头不慎一脚踩进深坑里，双腿正被一点点啃食吞进地下。老太太还没有放弃，不断用手去刨沙子，可下一刻一个恐怖的东西就从地底钻出来。老太太一溜烟地钻进车里，把怪兽拦在了外面。虽然老太太没发现车钥匙不能离开，但看着消失的怪兽，她终于能长舒一口气。可紧接着车子突然一阵震动，在老俩口消失不久后，牛仔兄弟前来串门，意外发现了被埋藏的车子。他们虽然后怕，但神经大条的两人也没有往坏处想，只认为车子是被流沙给吞了。这在戈壁沙漠也不算什么新鲜事。可当两人转角又去另一个邻居家时，却突然看到整个羊圈都被破坏，里面零零散散的都是断肢碎肉。而更恐怖的是，他们还在农场中间发现了农场主，但却只剩下了一个大脑袋。这下两人终于意识到小镇里出现了恐怖的怪物，他们赶紧开上心爱的长城炮回去通知村民，并且沿途告诫修路的工人，附近有怪兽出没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前脚刚走，这边就出现了事故。工人在打电镐时，突然扎进了地球的大动脉，伴随着一声尖叫，地底冒出猩红之色，下一刻电镐就被恐怖的力量抽走。正准备回镇子的牛仔兄弟调转车头回来，却发现小镇的唯一出入口竟然被堵了起来，地面上还散落着工人的安全帽和一些零散的碎肉。兄弟俩显然被吓坏了，没想到怪物的动作竟然这么迅速，慌忙间就想开车逃走，可偏偏这个时候车子竟然还陷住了。阿强猛踩油门，经过一番摇摆拉扯后，才终于摆脱。而村民们一开始在听到小镇有怪兽出没后并不相信，直到看到绞在车轮里的东西，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变异的蛇，但更像一只没气的轮胎。他们猜想它就是镇上作祟的怪物，但应该不止一只，毕竟这么点东西可不能吞下农场的整个羊圈。然而在众人恐惧的同时，商店老板却是看到了商机，他从阿强手里把怪物买过来，然后洗刷干净，喷上香水，有偿的供村民们拍照，可着实发了一笔横财。不过眼下还是处理掉潜伏在镇上的怪兽要紧，因为小镇四面环山，唯一的出路也被堵住，所以阿强兄弟俩临危受命，决定骑马绕到戈壁沙滩外寻求救援。两人带着全村的希望快马加鞭，可还没走多远，马儿突然受惊停下，不管如何驱赶也不愿再走。兄弟俩直接被摔个大马趴，下一刻马儿就被怪兽袭击，瞬间被吞噬。阿强举枪瞄准，随手就是一颗花生米，顺利把怪兽打退。可还没等他高兴，整个地面都被拱起，紧接着一只庞然大物也破土而出。这下他们终于看清了怪物的样子，这家伙巨大的犹如沙地海豹，形如长蛇的东西原来只是怪物的触手而已。两人再也不敢逗留，撒开脚丫子狂奔，而怪物也瞬间钻进地底，穷追不舍。它的速度极快，破坏力恐怖，眼看两兄弟就要被追上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出现一条沟渠，愚蠢的怪物竟然意外撞死在了水泥沟渠，看来这个水沟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。We killed it. Fuck you! Hey guys, what's going on? 这个女孩是小镇上唯一的高材生阿珍，毕业后就留在镇子上实习地震研究。三人合力把怪物的整个身体挖出来，结果却没看到这个东西的眼睛。看来怪兽的眼睛因为长期生活在地底已经退化，平时是依靠嘴巴里的触手来食物和捕杀猎物的。巨大的身体上长满了倒刺，才能让他们在地底穿行自如。可就在这时，阿珍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：地震仪上的读数显示，在小镇里还隐藏着另外3个怪兽。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话，地震仪突然大幅度漂移起来。三人意识到不妙，拔腿就跑，一直跑到不远处的石堆上面。而紧跟着他们的步伐，怪兽触手就瞬间浮现。不难想象，动作只要慢一点，究竟有多恐怖。幸好怪兽还不能爬高，不然他们就危险了。在石堆上待了一阵，等地面没了动静后，阿强滑下巨石，用木条试探。Thank you, Earl.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怪兽会一直守在这里，但短时间内想逃离是不可能了。
就这样，三人直接躺在巨石上过夜。在第二天清晨，阿强拿起兵工铲远远扔出。三人没想到这家伙会如此有耐心，看来熬时间的方式是行不通了。这时，阿珍从巨石背面找到一根木棍。只是简单的试验一下，没想到撑杆跳的方式很实用。接下来，阿强两人也如法炮制，虽然动作笨拙了一点，但却一点点摆脱怪兽的纠缠。就这样，三人朝着目标一步步前进，最终落在了阿珍的长城炮上。同一时刻，怪兽的触手也迅速袭来，整个车子都在摇晃，兄弟俩只能轮番给他吃大逼斗。回到小镇后，三人把小镇村民全都聚集在一起，把事情始末告诉了他们，希望能商讨出自救的办法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一声惨叫，众人出去查看，发现熊孩子一脸惊恐地爬在灯柱上，下一刻恐怖的怪兽就破土而出，惊慌的人群瞬间被冲散，四散奔逃。阿珍本想逃进厕所里，可一个不慎左脚绊右脚，直接摔倒。几个翻滚下，阿珍的双脚被铁丝缠得紧紧的，而恐怖的怪兽也接踵而至。为了不被怪兽吃掉，女人慌忙间把被缠住的裤子脱掉。虽然双腿遍体鳞伤，但好在及时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还没等众人松一口气，怪兽就从地底钻出，嘴中弹射出的触手直接把一个人拉进深渊。这边的怪兽还在消化，另一边的怪兽也想尝尝甜头。所有人惊恐地爬上货架，从天井爬上楼顶。在知晓怪兽不会爬高后，被冲散的村民纷纷爬上屋顶。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消息。一对夫妻的屋子因为离镇上比较远，所以还不知道有怪兽的存在。不过他们能感觉到地面异样的震动，随即警惕起来。下一刻，怪兽就破墙而入。好在两人都是收集控，家里简直就是个小型弹药库。在强力无间隙的火力输出下，怪兽一时间也不能接近，反而沦为两人的活靶子。最后在两发喷子的威慑下，怪兽终于倒了下去。Broke into the wrong goddamn rec room, didn't you, you bastard? 随后两人带上所有装备爬上天台，看到下方蠢蠢欲动的剩余两只怪兽，抬手就是2枪。但因为怪兽一直躲在地下，根本就造不成伤害，而且怪兽还聪明地开始断绝这些人类的生命，把周围的小汽车拖进地底。更恐怖的是，怪兽知道奈何不了屋顶的人类，竟然聪明地开始挖墙角，被破坏了基础的房子顿时摇摇欲坠。照这个形势下去，他们可挺不了多久。话音刚落，怪兽就顶翻了废弃的小汽车，上面避难的村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拖走。这时寻找自救方法的他们看到了不远处停放的实心推土机，料想怪兽一定不能拿这个铁疙瘩怎么样。众人心中立马有了计划，随后一人轻手轻脚滑下房屋，启动了下面的玩具车，朝着公路笔直前进。滴滴答答的动静顿时吸引了怪兽的注意。阿强见状趁机跳下来，直奔推土机而去。可还没等他跑出多远，玩具车冲上山坡后竟然直接趴窝了。阿强这边奔跑的动静顿时再次吸引了怪兽，很快就拦在了他的前面，而且另一只怪兽也出现在后面前后夹击。阿强顿时定格在原地，屏住呼吸，不敢有任何的动作。可怪兽的触手仍在一步步逼近试探。眼见如此，房顶上的村民纷纷制造动静，想吸引怪兽的注意，但却没有多大的效果。关键时刻，阿珍灵机一动，迅速爬下楼梯，猛踹水管，稀里哗啦的水声终于引走了怪物。阿强迅速钻上推土机，顺便挂上洒水车做成的半挂，结果很顺利。阿强第一个接援的就是阿珍。怪兽感受到推土机的震动后迅速扑上来，但这么大个铁疙瘩他们也无可奈何。很快阿强就把屋顶上的村民全都接到车上，包括离镇子较远的强悍夫妻。然而怪兽也没有放弃，他们每停顿一次，怪兽就会迅速扑上来挖坑。众人不敢多做逗留，直奔山区而去。因为怪兽只能在松软的泥土地里活动，所以他们到达岩石区就安全了。眼见群山在望，可就在这时，怪兽竟然跑到了他们的前方翻云土。不明所以的几人还不清楚怪兽在耍什么花招，下一刻推土机就直接翻车了。众人七手八脚的迅速爬上半挂，但这样也不安全。怪兽正把车子一步步拖进地底，没想到这群怪兽竟然已经进化出了如此之物。众人商量一番后，先用强悍夫妻自制的炸弹喝退怪兽，然后一鼓作气跑到不远处的群石上。这招虽然有效，但自制炸弹库存不多，不足以支撑他们跑到山上。就在这时，杰克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他们先扔出石头把怪兽从地底引出来，然后用绳子绑上点燃的炸弹扔到石头去。果然不知深浅的怪兽立马中招。顺利解决一只后，众人立马有了信心，随后如法炮制的把第二只怪兽引出来。可此时的阿强一时手痒，也要试一试，结果是顺利的让怪兽吞下了炸弹。可还没等他们高兴，炸弹就被怪兽喷出当头砸来。Oh my God, it's
Get back! Get back! Run! 没想到怪兽只是吃了一次亏，竟然还能将计就计。阿强三人组在刚刚的爆炸中被冲出乱石群，怪兽如约而至的破土而出，三人立马表演起了1、2、3木头人。虽然怪兽慢慢缩回了地底，但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就在这时，阿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下一刻猛地拔腿就跑。三人聚在一起朝着悬崖狂奔，直到没路才停下脚步。看着越来越逼近的怪兽，阿强掐断炸弹的引线，然后直接点燃，扔到怪兽的后方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，怪兽顿时受惊，开始加速。怪兽窜进山崖，瞬间跌得粉身碎骨。至此，小镇的怪兽被全部终结。西部牛仔把炸弹绑在玩具车上，然后放在大草原遛弯。很快，怪兽就成功上钩。简简单单的一次操作干掉一只怪兽，也就意味着5万块成功到账。两人是这片城镇的怪兽猎人，依靠捕杀隐藏在地底深处的杀虫为生。他们会把装有铃铛的铁链绑在车尾，然后在大草原上制造动静吸引怪兽。通过地震仪确定怪兽的位置后，再用玩具爆破法。这种方法屡试不爽，一只怪兽在两人的手中丧命。因为杀虫只能在相对松软的土地才能行动自如，所以晚上他们就躺在岩石上休息，白天醒了就继续猎杀。很快两人就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就在这天，两人突然发现地震仪上显示附近有成群杀虫在迅速逼近，看来此处地底应该有杀虫的一处巢穴。两人怕应付不来，只能暂时撤退，然后电话摇人。受虐狂伯特一听有杀虫可以猎杀，当即就来了兴趣。第二天就带了满满一卡车的设备家伙前来助阵，势必要与杀虫战个痛快。随后三人两车分头行动，一起铲除杀虫的同时还在暗暗较劲。伯特因为升级了装备，效果自然要炸裂得多。而杰克二人因为有丰富的捕猎经验，所以效率自然也是没话说。可就在这边，两人准备打扫战场回营时，地震仪上突然显示一只杀虫正在远离。这一反常的现象顿时勾起了他们的兴趣，于是驾车跟踪上去。不过越是接近，他们心中不安的感觉就越发强烈。上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还是在上次，而在转角处时果然异变突起。这种杀虫是戈壁沙滩的地下霸主，可如今却蔫不拉几的半躺在地上。怪兽猎人照例用玩具车引诱试探，没想到杀虫却并不买账。这一反常的现象让他们很是疑惑。男人壮着胆子上前拍了拍怪兽的屁股，结果这家伙还是纹丝不动。看这情况是病得不轻，但这也正合心意，毕竟活捉一只杀虫赏金就能翻倍。因为车子陷进山坡，两人只能先呼叫营地请求支援，然后就原地躺在车上休整。可晚上的时候却突然被杀虫痛苦的嘶鸣惊醒，两人担心到手的赏金飞了，于是轻手轻脚的上前查看。可眼前一幕却让他们瞬间原地石化，杀虫依然半躺在地上，但可怕的是他的腹部消失了一半，似乎被什么恐怖的怪兽给吃了。就在两人恐惧之时，营地的救援车终于姗姗来迟，可没到近前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动不动。两人只能冒险踏足地面。杰克抱着地震仪时刻盯着屏幕，后面的小灯则是全副武装，做足了保险措施。到了近前后，两人大声呼唤，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直到看到被粉碎的汽车发动机，两人才终于意识到了危机。经过一番搜寻后，他们幸运地看到了队友，但结果却是差点惊掉伤疤。前来支援的队友被怪兽啃食的只剩下了一双手臂，两人吓得尿不湿都快尿湿了。荒郊野岭下深处，怪兽的领地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座讯号塔，想必应该能得到驻守值班人员的帮助。可等他们冒险走到近前后，却再次绝望，这里竟然也被怪兽破坏得不成样子。虽然精神就快崩溃了，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。幸运的在基站内发现一辆小货车，可还没等他们完成操作，前方突然出现了诡异的身影，没想到竟然是一种全新的怪兽，小小的样子就像屎壳郎与鸵鸟的结合体，跟杀虫一样都没有眼睛，取而代之的是顶头的3根触角。瞬息间就察觉到了杰克两人的存在。他们刚准备换弹继续攻击，却发现小怪兽如此不堪一击。就在两人还在商量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结算赏金时，更多的小怪兽突然出现，两人害怕被群殴，赶紧驱车逃离现场。第二天天亮，他们顺利回到营地，本想带上地质学家艾米一起逃离，却万万没想到小怪兽竟然一路追踪而来，还破坏了他们的小汽车。杰克见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。
同一时刻，伯特也开着战损版卡车颠簸回归，看着破烂的样子和车上零零散散的碎肉，想必这家伙也是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，但总归幸运的捡回了一条小命。不过他也不是毫无收获，大开杀戒一番后，还成功活捉了一只。随后他们把小怪兽弄进基地内，准备好好研究这个变异的家伙，但他们却不知，一只聪明的小怪兽偷偷藏在卡车底盘，混进了营地，而且还偷食了对他们来说大补的东西。这是一只变异的沙虫，有着女孩们钟爱的腮红，身形犹如屎壳郎与鸵鸟的结合体，通过头上隐藏的触角探测温度，来感应猎物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还是雌雄同体，只是吃了一块人类扔来的压缩饼干，立马就开始了变异，在挣扎嘶吼声中，直接从嘴里生出一只小怪兽。这等繁殖速度，立马让现场的赏金猎人们原地石化。只要喂养一只怪兽，那赏金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吗？可就在众人异想连连时，一只怪兽突然闯入实验室，他们伸头看去，营地已经围满了怪兽，正在啃食地上的压缩饼干。几人迅速逃出实验室，可没想到外面也被怪兽们包围，他们躲在墙壁后面才暂时安全。看来怪兽们的触角探测也是有距离限制的，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毕竟此时的小怪兽们还在无限繁殖。这时杰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I don't know how you come up with this shit. 可就在他们想跑出营地外时，却发现正面还有一只。这时候就轮到伯特出马了，他一直扛在肩头上的可不是烧火棍，而是他的本命装备。只是简单一击，小怪兽就被原地打爆。可等他们走近后，却发现事情不简单了。伯特的这一枪威力实在太大了，好巧不巧，顺带意外打爆了唯一的车子。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，拥有一辆质量过硬的车子是多么重要。同一时刻，这边的动静也引来了群兽的注意。在怪兽袭来的瞬间，4人被冲散。小灯第一时间爬到水塔上躲过一劫，伯特直接跳到铲车里。虽然被怪兽包围，但因为铁皮隔绝了热量，一时间也算安全。而倒霉的杰克跟艾米却意外闯进了营地的小卖部，这原本就是怪兽们最爱的地方。眼看怪兽就要破门而入，这时杰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把衣服用热水浸透，然后挂在晾衣架上，吸引群兽的注意。两人趁机逃出小卖部，爬上小灯所在的水塔。现在所有人可以说都暂时安全了，只要耐心等待救援就行了。然而怪兽们的智慧却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虽然个体的能力有限，但他们却能通力合作，开始搭手梯。这等智慧可真是盖了帽了。眼见水塔上的3人岌岌可危，关键时刻伯特挺身而出，顿时吸引了群兽的注意。他一溜烟钻进营地内，从前门进去，再迅速从后门退出，然后直接关闭闸门，把怪兽们都锁在营地内。灵光一闪，想出的办法竟意外把怪兽们一网打尽，顿时让他骄傲到不行。可很快他们就想到营地内还有一个小卖部，这下事情可大发了。这时杰克看到一旁的灭火器，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先用衣服裹住大脑袋，然后让同伴们把干粉直接对着自己身体仔仔细细喷个遍。迅速室温的身体对于依靠热量探测猎物的怪兽如同隐形，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从群兽中穿梭，即使近在咫尺，怪兽也不能察觉。杰克爬上卡车，从上面找到一颗定时器，同一时刻他身上的冰块也在迅速融化，顿时被群兽们所察觉。杰克争分夺秒地按下定时器，随手扔在车上，然后倒挂在电灯上。在群兽袭来之前，杰克幸运地被队友们从窗口拯救出来，而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撒开脚丫子狂奔，能离营地多远就跑多远，直到众人精疲力竭后，在营地800里之外的沟渠边停下脚步。众人趴下的同时，营地也瞬间爆炸。整个营地被原地抹除，一场史诗级的灾难暂时告一段落。劫后余生的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消灭了这么多的怪兽，这下数赏金都能数到手抽筋了。